2亿3000万年前，地球上曾经有一场雨，下了整整200万年，不是夸张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儿。而就是这场旷古未有的暴雨，从根本上改写了地球生命的命运。你可能一直以为恐龙之所以能称霸地球，是因为它们天生强大，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。但实际上，恐龙最初在地球上只是个可怜的边缘角色，它们的化石数量仅占当时陆地脊椎动物总数的 5%，5%，连个配角都算不上。那它们是怎么逆袭的？答案就藏在那场下了200万年的暴雨里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还原这段几乎被主流科普忽视的地球历史。看完之后，你会了解3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真相。第一，那场暴雨究竟是怎么来的？背后是一条你想不到的连锁反应。第二，暴雨如何在短短数十万年内把恐龙从 5% 推上了 90% 的统治高度。第三，今天地球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会不会触发类似的事件？答案既意外又发人深省。我们开始，故事要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。那时候，地质学家在分析三叠纪的岩石地层时，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。在一大片代表干旱的红色砂岩中间，突然出现了一层灰色岩层。这层灰岩不只出现在某一个地方，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，科学家惊讶地发现，这种灰色岩层遍布全球三叠纪地层。这层灰岩里藏着什么？煤泥，那是植物残骸被雨水冲刷沉积之后的产物。还有圆滚滚的卵石，那是被流水长期冲磨才会形成的形态，以及大量反映湿润气候的孢粉化石。这些证据加在一起，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结论：地球在三叠纪中期曾经历过一段极度漫长的强降雨时期。通过放射性碳定年法，科学家最终精确计算出，这场降雨从大约2亿3400万年前开始，一直持续到2亿3200万年前，历时约200万年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核心事件——卡尼期洪积事件，英文叫 Carnian Pluvial Event， 简称 CPE。但你要问，好端端的地球为什么会突然下200万年的雨？要理解这场暴雨，你先要理解那个年代的地球长什么样。2亿多年前，地球上并不是7大洲4大洋，那时候所有的陆地几乎都挤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块面积远超现代任何大陆的超级陆地，叫做盘古大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把今天的亚洲、欧洲、非洲、南北美洲、澳洲全都拼在一起，压缩成一整块，那就是盘古大陆的基本样貌。这块巨大的陆地带来了一个严重的气候问题，海洋的水汽根本无法进入大陆腹地。就好比今天我们中国西北内陆地区，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之所以极度干旱，就是因为距离海洋太远，海洋湿润气流抵达不了那里。盘古大陆的情况是这种效应的极端放大版，整个大陆内部几乎没有降水，极度干旱。三叠纪大部分时期的地球就是一片又热又干的世界，常年烈日少雨，适合生存的物种屈指可数。然而，就在这种极端干旱的背景下，一股来自地球深处的力量开始悄悄积蓄能量，但真正让地球失控的那一环其实还没出场。约2亿3400万年前，盘古大陆西北角，大约是今天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带，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山喷发群。地质学家将其命名为兰格利亚火山喷发事件。这场喷发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持续了数万年的断断续续喷发，规模远超今天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单次火山活动。它的连锁反应是这样的：第一步，火山喷出海量二氧化碳，涌入大气层，浓度急剧升高。第二步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，温室效应加剧，地球整体气温持续上升。第三步，气温升高导致海洋蒸发量大幅增加，大量水汽进入大气层。第四步，大气层中水汽达到饱和阈值，形成极强的对流天气，也就是强烈的积雨云系统。第五步，强对流云系爆发力十足，甚至能突破盘古大陆原本阻隔海洋气流的屏障，将水汽输送到大陆深处。最终结果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持续暴雨开始降临地球。这就是卡尼期洪积事件的形成逻辑，不是老天突然发疯，而是火山、温室、蒸发、饱和、降雨，一环扣一环的精密连锁。这让我们想到一个现代问题，我们现在也在经历温室效应，那会不会重演？别急，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最后解答。
雨一旦开始下，整个地球的生态秩序就彻底乱了。很多人以为暴雨来临，所有生物都遭殃，但真实情况是，这场暴雨其实是一把筛子，淘汰了一批，同时也悄悄扶持了另一批。我们来看植物界发生了什么。暴雨之前，地球上主要的植被是低矮的蕨类植物，比如树蕨、石松。这些植物个子不高，叶子柔软，纤维细，容易被消化。暴雨开始后，这些适应干旱的低矮植物被连根淹没，大量死亡。与此同时，一批耐涝型植物开始迅速崛起，裸子植物，比如松树、杉树、柏树的远古祖先。这些植物有几个特点：根系深，能在积水中站稳，身材高大，叶子位于高处，植物纤维粗硬，难以咀嚼。新森林铺开了，但这里的食物对很多老牌草食性动物来说几乎是不可食用的。就好比你平时吃习惯了精米细面，突然有人把你扔进一片荆棘丛，跟你说食物就在这里，自己取。当时那些依赖低矮蕨类植物为食的草食动物面对的正是这种困境，食物就在眼前，却根本吃不下去，因为枝叶在高处够不到，就算够到了，粗纤维的枝叶也根本无法消化。于是，一大批原本的地球霸主开始减少，退出舞台。而就在这片混乱中，一个原本毫不起眼的物种开始了它的逆袭。恐龙为什么能成为这场暴雨最大的赢家？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进化逻辑，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。优势一，直立行走加长颈。恐龙是少数能够以后肢直立行走的陆地脊椎动物。这意味着在同等体型下，恐龙的头部和嘴巴能够够到更高的位置，正好能吃到裸子植物那些对别人来说高不可攀的嫩叶。优势二，牙齿与消化系统更发达。科学家在恐龙化石的胃部位置发现了胃石的残留。胃石是一种被动物吞入胃中，用于辅助研磨食物的石块，类似今天鸟类的沙囊结构。这说明恐龙拥有相当于内置磨粉机的消化能力，能够有效分解裸子植物的粗纤维。优势三，代谢效率高。部分古生物学家认为，恐龙的代谢模式比当时的许多爬行动物更接近温血动物，活动能力强，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寻找食物，适应多变的气候。优势四，繁殖周期快，适应性强。与体型庞大的鳄类竞争者相比，早期恐龙的繁殖周期相对较短，种群数量恢复和增长更快，在生态位真空期能迅速填补空缺。优势五，生态位真空的历史机遇。原来占据生态主导地位的大型爬行动物和早期哺乳类祖先，因无法适应暴雨带来的植被更迭而大量减少，留下了大片空白的生态位。而恐龙以其独特的优势，精准地填入了这些空位。这5个优势叠加在一起，在暴雨的催化下，造就了恐龙进化史上最壮观的一次种群爆炸。从化石数量来看，暴雨开始时，恐龙化石仅占陆地脊椎动物的 5%。暴雨结束200万年后，这个比例飙升至 90%。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终点，空中同样有一场进化革命正在悄悄发生。恐龙的一支在这段时期里迈出了一步改变地球天空格局的进化，它们开始向空中进军。为了捕食因暴雨而大量繁殖的昆虫，那时昆虫的多样性在暴雨期间迅速扩张，最终演化出超过400万个物种。部分恐龙的近亲开始演化出飞行能力，逐渐成为早期翼龙的祖先。此后约1亿年，翼龙家族占据了地球天空的主要生态位，直到鸟类出现。与此同时，海洋也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化学变化。暴雨降下的大量淡水进入海洋，稀释了此前因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而导致的海水酸化问题。雨水在地表流动过程中还会溶解岩石中的钙盐，将其冲入海洋，为珊瑚礁和藻类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矿物质养分。于是，在陆地植被更迭的同时，海洋生态系统也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复苏机会。四射珊瑚、夹形藻等一批海洋生物借着这股淡水补给的东方，开始重建它们的群落。这幅图景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，同一场暴雨在陆地、天空、海洋3个维度上同时按下了生命重新洗牌的按钮。这让我想到一个更深的问题，这种量级的气候变化，今天的地球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？这是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想问的问题。今天地球也在经历温室效应，二氧化碳浓度也在升高，极端暴雨事件也越来越频繁。那么，卡尼奇洪积事件会卷土重来吗？很多人以为现在的气候变化走的是同一条路，所以迟早会触发类似的超级暴雨。
但真实情况是，时间尺度和地球构造的根本差异，让这两件事儿几乎没有可比性。我们来逐条对比。差异一，触发时间尺度完全不同。卡尼奇宏基事件的前置条件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在约2000万年的时间里持续积累，加上盘古大陆这种极端的地理格局导致的超长干旱背景。今天的人类活动引发的二氧化碳增加，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只是极短暂的一瞬。差异二，地理格局根本不同。今天地球已分裂为7大洲，海洋湿润气流可以相对畅通地进入大部分大陆内部，全球整体湿度远高于盘古大陆时期。没有那种极端干旱的基础条件，就无法积累出引发200万年连续降雨所需的水汽炸弹。差异三，人类干预能力是全新变量，这一点是地质史上前所未有的。我们有减排技术，有大规模植树造林，有人工降雨技术，甚至正在探索碳捕获和储存方案，这些都是2亿年前地球上完全不存在的调节机制。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？当然不是。气候科学家的警告非常清醒，我们不会遭遇另一场200万年的暴雨，但我们正在主动推动气候系统向不可预测的方向移动，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才是最大的风险。卡尼奇事件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气候的每一次巨变都会造就一批赢家，同时消灭一批输家。只是这一次，输家名单上会不会出现人类自己的名字，取决于我们今天做什么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延伸对比。2亿年前，恐龙被动地等待一场暴雨，然后乘机称霸了地球。今天，人类已经可以主动制造降雨了。现代人工降雨技术核心原理是向云层中播撒干冰、碘化银等催化剂，为水汽凝结提供种子，从而促成降水。这项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缓解干旱地区的农业用水危机，在重大活动前进行人为干预消散雨云，以及在森林火灾期间紧急增雨。当然，人工降雨只能在有云的条件下发挥作用，无法在晴天凭空造雨，更无法在全球尺度上改变降水格局。但这项技术的存在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性，人类正在从气候的被动承受者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者。不过，气候科学家也提醒，任何大规模的气候干预都可能产生我们尚未预见的连锁反应。这与卡尼奇宏基事件本身的逻辑如出一辙。一次火山喷发牵连了整个生物圈2000万年的演变，人类的干预又会触发什么样的链条？这是值得我们长期追问的问题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从一场下了200万年的暴雨出发，走过了地球最戏剧性的一段进化史。如果用3句话总结今天的内容，第一，恐龙的崛起不是天生注定的。在卡尼奇宏基事件之前，恐龙只是地球上的无名小卒，占陆地脊椎动物化石的比例仅有 5%。正是这场暴雨淘汰了竞争对手，恐龙凭借直立行走、喂食消化等独特优势，才在200万年内将这个比例提升至 90%。第二，这场暴雨的根源是一条精密的连锁反应，火山喷发、温室效应、海洋蒸发、气流突破盘古大陆屏障、全球持续降雨，每一环都不可缺少。第三，今天的气候变化不会简单复制这场暴雨，但它传递出一个更深刻的警示，气候的每一次大规模变动都是一场物种间残酷的洗牌，没有任何生命能够保证自己永远是赢家。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今天视频里哪个细节最让你感到意外？是恐龙竟然曾经只占 5%， 还是那场暴雨的成因背后藏着这么长的一条因果链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我很好奇大家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用科学还原真实历史的内容，记得给视频点个赞，也欢迎订阅频道，我会持续带来更多严谨又有趣的科普故事。我频道里还有很多关于地球演化、宇宙冷知识和史前生命的视频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主页逛逛，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同样让你刷新认知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